每个国家都有宪法，宪法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也明文规定了所有公民、政府机构、政党、武装力量等单位的地位和权利。宪法在当今大部分的国家中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国王、总统、议员，或者是最高法院，都无权对宪法做出任何的挑战。但在马来西亚却有这么一份文件，它的地位不仅高于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就连我国的最高元首以及所有马来西亚行政和司法机关都无权对这份文件进行任何的修改。不仅如此，这份文件也是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的核心文件，明文规定了联邦政府、半岛上的11个州属以及东马沙沙2州的权利和地位。没有了它，马来西亚将丧失其合法的地位。这份神秘的文件就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简称 MA63 Malaysia Act 1963。或许大家可能不熟悉，甚至完全不知道 MA63 这份文件的存在，因为在当今马来西亚所有教育体系的历史课本上，有关 MA63 协议的历史都草草带过，充其量也只简单陈述一般人所熟悉的历史。MA63 协议是在1963年由英国、马来亚、沙拉越、沙巴和新加坡政府共同签署的一份国际协议。根据协议的内容，4地政府将在英国的支持下成立马来西亚联邦。MA63 的签署不仅奠定了现代马来西亚的雏形，同时也规定了马来西亚联邦各地区政府应当承担的义务、权利范围和利益分配等重要信息。而这一份协议里最为关键的就是有关沙拉越和沙巴的地位与权利分配的内容。这是促使沙拉越和沙巴在1963年时决定加入马来西亚的重要因素。但时至今日， MA63 这份重要的文件却没有获得当代马来西亚政府、政党甚至是人民的关注。协议签署时所许下的各种承诺，也随着时间的流失，渐渐地被马来西亚人，尤其是政府所遗忘。这不仅让沙拉越和沙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由于现代马来西亚人民对 MA63 协议的不了解，也间接地造成了东马两地人民之间的相互误会和彼此间许多负面的刻板印象。这是当今全体马来西亚公民所面对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本期节目我们邀请所有的马来西亚人民，无论您是来自东马或者西马，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步入时光隧道，透过本期的节目，以历史的角度重新了解 MA63 协议的签署背景和内容。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把这期节目看完，因为凡是马来西亚子民都有义务去了解 MA63 协议的具体内容，因为它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要详细了解 MA63 协议，我们就必须先了解马来西亚成立的历史。众所周知，马来西亚是一个由马来半岛的11个州属、3个联邦直辖区沙拉越和沙巴共同组成的联邦制国家。什么是联邦制国家呢？简单来说，就是上述所提到的各地政府共同组成一个政府管理国家。我们使用共同的货币，使用同一部法律来效忠同一个国家，但在政治和行政等事务上，每个地区的政府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当代马来西亚所有的州属和地区能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协商和抵抗的历史。而这一切就得从英国决定撤出东南亚开始说起。第2次世界大战后，在非殖民化的浪潮中，英国决定了撤出东南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57年，马来亚率先宣布独立，而同属于英国殖民地的沙拉越和沙巴则获得英国赋予自治权，但外交、防务、财政等事务依然由英国人来掌管。1961年5月27日，率先脱离英国取得独立的马来亚，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领土和更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在英国人的支持下首次提出了马来西亚计划。马来西亚计划主张成立一个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文莱、沙拉越和沙巴在内的政治大联盟，以便在政治和经济上能够寻求更密切的合作。
马来西亚计划提出后，获得了各界扁褒不一的意见。有人认为，这除了将会抹杀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的独特优势，也将让婆罗洲三邦被迫与马来亚和新加坡共享丰富的自然资源。于是，为了收集各方意见和婆罗洲三邦人民加入马来西亚的意愿，马来亚和英国政府便在1962年联合成立了一个由各地区代表组成的民意调查团，前往沙拉越和沙巴进行调研。1962年5月，这个名为葛波调查团的团队在经过2个多月的资料收集和调查后，一致的认为马来西亚联邦是最符合沙拉越和沙巴利益的做法，而文莱最终选择了退出。而这一个调查团得出的所有结果，也让马来西亚计划的前景变得更加明朗。之前所有的猜疑和误会，也随着调查团的所有结果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1963年7月，来自英国、马来亚、新加坡、沙拉越和沙巴的代表人员齐聚英国伦敦，就各地区未来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和权力分配进行讨论。根据葛波委员会的建议，鉴于当时沙拉越和沙巴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至少落后马来亚和新加坡20年，而且未来差距可能会更进一步扩大，各方就同意沙拉越和沙巴未来能在马来西亚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并享有比其他联邦成员更多的自治权利，以保障沙拉越和沙巴的权益在未来不会受到联邦政府的侵蚀。而这些承诺都被写在了一份备忘录里。这份被命名20点的备忘录，其内容就包括：第一，沙拉越和沙巴没有官方宗教和官方语言。沙拉越和沙巴人民不仅可以享有宗教自由，联邦政府的宗教与教育政策也不一定能够在沙拉越和沙巴实施。第二，在马来西亚国会议席的配额上，为了保护沙拉越和沙巴的政治权利，让他们能在国会中有绝对的否决权，条约规定来自沙拉越和沙巴的国会议员必须掌握至少1/3的议席。这个条约的用意是，如果在未来有任何对沙两地不利的宪法修改案要通过的话，他们手上有足够的议席可以否决。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关沙拉越和沙巴的财务管理权利。条约规定，未来沙拉越和沙巴将拥有控制和管理自身财务、发展基金和税收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也包括透过开采自然资源所获得的利润。1963年7月10日，在经过长达1周的磋商后，会议上的5方代表人最终在英国皇室成员的见证下，共同签署包含20点协议在内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在签署后，各方也同意，如有任何一方在未来想要修改协议的内容，就必须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再者，如有任何一方违背协议的内容，协议也将失去其效力。1963年9月16日，经过一番波折后，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也正是这一天， MA63 协议正式取代了原有的马来亚联邦宪法、新加坡自治邦宪法以及沙拉越和沙巴的宪法，成为了马来西亚联邦最具法律地位的法律文件。MA63 协议签订后，所有的内容以及各地政府所许下的承诺，在一开始也得到了全面的实现。各地政府按照之前商定的协议和睦共处，共同发展。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65年的8月9日，当新加坡被马来西亚开除后，情况开始出现了重大的转变。从这时开始，沙拉越和沙巴的自主权开始不断的被侵蚀。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也不断地违背 MA63 协议的内容。新加坡被开除后，沙拉越和沙巴也开始全面地探讨 MA63 协议的可行性。而当时沙拉越在首席部长 Stephen Kalong 的带领下，主张的是跟随新加坡一起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因为根据 MA63 协议，新加坡作为协议的签署政府之一，新加坡的离开意味着协议也失去效力。Stephen Kalong 在当时说道，如果沙拉越要继续留在马来西亚的话，各方必须重新修订 MA63 协议的内容。
正当外界认为各方将重新修改 MA63 协议之际，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竟然联手时任沙拉越州元首阿邦哈吉奥平开除了 Stephen 卡隆，并宣布沙拉越进入紧急状态。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马来西亚共经历了14次大选，而沙拉越只有12次。1974年，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又再一次违背了 MA63 协议，而这一次则是石油开采权的问题。根据 MA63 协议，沙拉越和沙巴将拥有控制和管理自身财务、发展基金和税收的权利，其中也包括了透过开采自然资源所获得的利润。但从1974年以后，这一个权利却被1974年马来西亚石油发展法令所取代。当年，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家石油发展公司 Petronas， 以整合国内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在未经过沙拉越和沙巴政府的同意下，将两地的石油开采权交给 Petronas 管理。就这样，在此后的50多年内，沙拉越和沙巴不仅失去了原本能为他们带来巨大财富的石油资源，他们也没有获得联邦政府的平等对待。100%的石油开采税里，两地政府只获得区区的5%。时至今日，和迪拜一样是产油地的沙拉越和沙巴，还在为着郊区基建落后而烦恼。首都吉隆坡的欣欣向荣和古晋亚比等城市的缓慢发展，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1976年，沙拉越和沙巴再一次被剥夺权利，而这一次是地位的问题。根据 MA63 协议，沙拉越和沙巴是有着和联邦政府同等地位的合作伙伴，三方是伙伴关系，而不是附庸关系。但在1976年，时任马来西亚首相胡仙翁在国会动议将沙拉越和沙巴从三大立国伙伴的地位降格为马来西亚13个州属之一。这项修宪法案竟然获得了当时绝大部分的国会议员支持，而从此开始，沙拉越和沙巴的自主权渐渐地被联邦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所取代。从这时开始，西马各州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壮大，成为全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同样是马来西亚一份子的沙拉越和沙巴，至今依然为着修建一条完整的大道而烦恼。自2018年开始，我们的上一届执政党西蒙政府以及现在的国盟政府，为了拉拢东马人民的支持，都曾经答应过要检讨宪法，试图恢复沙两州的平等地位。相信所有爱国人民对于这条修宪之路都充满期待，但我们也知道，无论过去政府曾经许下了什么样的承诺，这一条修宪之路都不是转眼间就能够看得到结果的。我们相信沙拉越和沙巴人民所希望的是更多的重视与关怀，并把他们视为马来西亚的一份子。马来西亚能有今日的成就，也绝对离不开沙拉越和沙巴。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亲眼目睹沙拉越和沙巴成为一个繁荣的地区，东西马两地之间的人民也能够摆脱彼此对对方的偏见，一起为着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奋斗。平行空间非常感谢您把这期节目看到最后，我们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你对东马两州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也欢迎你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将定期为你推送更多真实和优质的历史故事。我是小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